中日这场冲突，我们从来不是吃瓜的。你看看现在这个现场，川普签下的那是什么？签完他的川普的名字，现场欢声雷动。哇，你看看这个声势，川普出手了。今天凌晨直接签署了台保法，什么意思？简单说，美国把挺台湾写进法律，要求国务院不能自我设限，台美进一步交流，光明正大，不是嘴巴说，要有实际行动。今天川普做了一个动作，他在今天呢签署了这个台湾保证实施法案。那正式生效之后呢，这主要是因为呢这个美国的参议院跟众议院呢定了这个法案，要求国务院呢每5年进行一次的审查，就是跟台湾往来的关系要全面的这个检查哈。那因为台湾的这个美国建交这个断交40年以来的这个红线，可能会未来会全部打破，包括说我们的国安人员、国安的部长啊，或者外交部长不能够到华府这些限制，搞不好未来都会取消哈。那台美不是在怎么为了能不能见面的问题，而是怎么更有效率的互动。而且他这个法案来说，还要求说我们这个美国的国务院呢，要支持台湾发展外交关系。而且你知道吗？这个台保法它意味着什么？过去台美的交流，我们都知道交流很多是只能做，是不能张扬，不能说。现在都光明正大了。我想到的是另外一件事，川习热线才刚刚结束，没错。到底那个热线当中，而且是川普打给习近平哦，是你有没有承诺习近平什么？还是说前脚才承诺，后脚你就签下了台保法？对，那北京不是气炸了？对，我跟你讲，川普这个动作当然是意在言外。为什么这样说？你看彭博说什么？这个川普签署这个法案的这个背景是正值印太局势激烈震荡嘛，就是中日关系嘛，对，所以他就说是美日同步强化对台湾支持的具体行动。好，他支持台湾的时候，他当然也是在支持日本。是，所以我们跟他讲，事实上在过去1个月以来呢，从上个月的7号的时候，高市早苗在国会的答辩提出了这个台湾有事就是类似日本有事这样言论之后，中国就开始文攻武吓。那当然最重要就是11月24号的时候，川习有通话嘛，那是川普打电话给习近平的。那习近平又跟他讲说啊，台湾回归中国是战后秩序的重要组成的部分啊，跟他讲了台湾问题的这个严重性。好，那我为什么说这个是川普故意做？因为为什么？因为这个法案在国会通过的时候是11月18号就已经送到美国的国会，所以送到美国白宫。对，美国白宫已经看到这个法案，看到这个法案之后，他要签不签？好，那等到他跟这个习近平讲话之后，你跟我讲台湾很重要，但是我在这个时候给你过，所以显然啊，他无论如何就是在打脸习近平的这样一个状况啦哈。那我就讲，尤其是最近一段时间来说的话，中国跟日本的这个中国对日本的文攻武吓，特别是一直压迫。《纽约时报》就说什么，日本已经重塑全球看待台湾的这个方式，而是高市早苗对近期台海情势的这个强硬发言的时候，更让北京说，你是大国自信，都完全被戳破。你看，川普这个跟习近平讲话的时候，习近平要这样讲，然后习近平最近一些小动作，那个觉得说你根本就不像大国嘛，好，那尤其是因为你这样打压，原本你是说，让高市早苗的民调往下坠嘛，但没想到他现在越来越红。越来越红到什么程度呢？我们知道，事实上我们来看这个所谓流行就知道，流行啊，高市早苗现在手持的这个黑色托特包啊，没想到已经爆红了。现在爆红说，我要打电话说，我要这个同一款的，不好意思，你要等到明年8月以后了。好，那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事实上呢，日本的女性的唐使人，他们都很少会自己拿包，都可能让人家拿自己拿包的话，就是这个好像更有权力的这样一个感觉，让他觉得他很有自信。对，然后问题是目前为止来说，这个公司一直接到电话，你看现在接受的订单已经是相当于工厂10个月的产能，所以一定要到明年8月才能够有嘛。好，那为什么讲？人家讲到这个高市早苗拎这个包，会让他想起另外一个也是非常强势的这个首相，那就是英国前首相柴契尔夫人。你看《纽约时报》就说什么，高市早苗的手提包是前英国首相柴契尔夫人以来了最具影响力的政治手提包嘛。那你看柴契尔夫人以前拿这个包，然后他还曾经开玩笑就说，你知道吗？我为什么拿这个包？因为这个包是英国政府里面唯一不会泄露机密的地方。所以你看他显然相当有自信，这种自信感的话，说你从高市早苗的身上也可以看到，那是谁给他这个自信呢？我觉得毫无疑问是习近平一直不断的打他，打不死他，让他越来越坚强的一个状况。对。这个局势，外媒用了一个极为生动而精准的形容。他说，中国不断的在霸凌日本，反倒给全世界上了一课。我们就来看看日本有在怕吗？你来看看日本这2个名女人，这2位女性的反应就知道了。刚刚我们看到了高市首相，是另外一位，当然就是唱歌对着1.4万空位置唱的这一位天后滨崎步啊。没错，好，我们就给大家讲一下。
这个我们谢老大就说，2位日本女性已经变成世界焦点，一个是这个高市长嘛，一个是滨崎步嘛。滨崎步原本很多外国人不认识他，就没想到这一次这样表演说，哇，大家完全对他完全瞠目结舌哈。那于是呢，日本的强硬上升。过去讲到日本的这个代表就是渡边太太嘛，这个他们家庭主妇，现在变成是2个女人。好，那尤其是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叫做10年期公债殖利率，你知道吗？过去我们看10年期公债殖利率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国家的长期发展，如果10年期公债殖利率是略微往上升，表示这个国家经济在好转中；那如果10年期公债殖利率一直在往下掉的话，表示这个国家的公债没人要。好，那我们跟他讲。现在目前为止，日本的10年期公债利率已经超过中国的10年期公债利率1.868对比1.83，所以看起来的话，日本慢慢的走出这个30年不景气，中国反而是往下坠，所以这个是2个国家的一个命运的交错点。好，那尤其是我就跟他讲。到底滨崎步经历了什么？滨崎步的恩师松浦圣人这几天他就在网络上爆料，他说什么？他说我们在上海的演唱舞台已经耗时了5天搭建。然后有200名的中国跟日本的工作人员全数到位。不过呢，他说就在前一个晚上，就中方就打电话来取消这个所谓的演唱会。他说一切在无声的状况之下崩塌。他说当时的氛围就像杀鸡儆猴一样的可怕。哇，这个是前所未有的细节被整个会长给揭露出来。换句话说，你要滨崎步闭嘴。他照唱给你看，我可以对着空气唱。你要把细节和谐掉，我就一五一十的公诸于世。对不起，我不是小粉红，我不怕你，我是日本的滨崎步啊。他惹错人了。第一个，他是这个滨崎步是日本的天后，再来就是他有什么福冈太妹之称啊？什么意思？福冈太妹意思是啊，称赞他很强硬啊，毫不退让啊，这样一个感觉。好，那他怎么强硬不退让？你看哦。他当时还在中国，就他在中国的时候呢，他连发了3、4篇，都是转贴我们台湾媒体的报道，繁体字的中文，他就这样跟你讲。他说：“你看，他就这个一直抛说，我在上海开唱，对着空气开唱的台湾的报道，他故意这样在中国用繁体字跟你呛嘛，所以大家说哇，你真的是很有 guts 啊！而且你刚刚提到了一个重点是他引述了台湾的报道，那。”我知道他下一场在澳门，对，那澳门我看8成他唱不了了，要不然来台北唱。所以你就知道事实上他没有在怕嘛，反正中国不能唱的话，那澳门不要唱，那我就算了。所以你知道事实上他的这个胆量跟勇气来，大家都觉得对他按一个赞嘛，对，好，那所以我就讲，事实上。除了这个滨崎步跟这个高市早苗，最近也有个女人呢，变成是媒体的焦点。对，那就是日本的这个经济安保大臣哦，在日本这个所谓的他小野田纪美。好，我们讲这一位他其实也有点美国的血统啦哈，他最近也是非常的红。为什么？因为他也是非常强悍。他说什么？哎呀，我们的酷日本的计划就是说不偏向任何特定的地区，而是致力在全球扩大日本的这个粉丝。对，所以他就意思是说呢，中国人没来也没关系，这样一个状况。好，那事实上他最近的言论当然是他人气也爆红嘛。那爆红说，这几天就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他在这个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你知道他突然之间他就喝什么？他拿了一杯起来喝，那喝什么？喝这个牛奶。他还说什么？他说呢，因为他是负责经济安保的这个大臣嘛哈，他说啊，我是受这个农林水产省的这个要求，为什么？因为他就说，最近呢这个冬天啊，牛奶变少啦，如果牛奶喝变少的话，就要变成是乳酪，但是乳酪最近好像销售量不好，他就要求大家要喝牛奶、吃乳酪，支持在地农家啊。结果他这样讲之后，就大家觉得说哇很有意思，你居然这样子的大拉拉在那边喝牛奶，我觉得他非常洋派，这充满展现什么？一口干有没有？是他的自信，是没错。他们我觉得高市早苗，好自然的滨崎步，或者说小野田纪美，他们都展现了日本人的自信。对，我觉得这就是不一样的这个状况。然后他原本来说，这个开封的牛奶我要带回家这样一个状况，结果没想人家说，不好意思你可以带牛奶回去，但是乳酪就算了这样一个状况。好，那我想事实上。3个女人的表现，那目前为止中国的反应显然是苍白无力，特别是这一次的滨崎步的这个演唱会被停止之后，人家就去问外交部说你为什么要把这个滨崎步的这个演唱会停止啊？为什么没有发挥契约精神啊？结果他们外交部的发言人林健就说，请去这个问这个主办方，好像跟他没有关系，但是大家都知道谁在后面搞的嘛，你搞事情你还不肯承认，相对于日本的态度，你就觉得2个国家就有差异的这个状况。好，文攻搞不了走不通，武赫就更加的用力。
如果真的台海冲突，日本有事，哪里首当其冲？冲绳啊！对，没错，冲绳跟钓鱼台这个地方，为什么这样讲？你看，因为这个最近期的时候，2艘这个海警船的这个中国海警团的船只在金城进入钓鱼台周边的海域，对，然后跟日本呢宣称有一些冲突嘛，然后日本的这个巡逻船就要求你们离开嘛，然后双方对峙了这个3个小时嘛，你看这个从最近的11月7号的台湾有事的言论之后，你看11月16号来一次中国的海警船，再来就12月2号再来一次，所以显然中国就是2次要企图要跟你挑衅的意味嘛，哈。那除了这样状况之下，中国不只是这个海警船出动，他还外交部还再度的严正警告日本说，胆敢介入台海的这个局势来说话，并将接受到迎头的痛击啊！我讲的那么大声，哇，这个一副就是要碾压日本自卫队。没错，但是为什么日本要这么强硬？你想说，高市长讲这个话的时候，其实我们没有想到后坐力吗？也没有这么的严重嘛。那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跟他讲，其实有一个很深层的原因，因为在2023年的时候，当时的美国智库 CSIS 它有做一个兵推，对，兵推台湾有事的时候，对，它兵推一共有24次的这个结果，24次结果之后，解放军只有赢2次。好，你仔细看哦，赢2次的机会是在什么时候？第一个赢了第一个机会是美军根本没有介入，那毫无疑问台湾不是，那美军一定会介入啊。台湾不是这个中国的对手。好，美军介入不一定会赢，美军介入唯一赢的状况之下是日本一定要参战，日本一定要把他的基地给美军，所以就说你只要任何一个美军没有介入，或者日本没有介入，这样的话就有可能解放军会赢。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他们不要日本介入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嘛。所以看起来的话，中国要拿下台湾，未必如果美国 CSIS 的预估来说，不是想象中的那么容易的一个状况啊。哇，一个文攻，一个武吓，如果都走不通，那北京还有什么方法？来，最新的认知作战，我就鼓吹琉球不是你日本的。对，没错，他们现在又有一个琉球未定论这样的一个状况哈，他反制这个支持冲绳独立哈。那他们还文攻武吓文攻什么？他说你看啊，我们大连博物馆有展现一个这个所谓明朝的御这个琉球刺的这个一个文书，然后就说你看这是我们给明朝的，然后它是中国的藩属嘛，对不对？然后周刊又爆料说最近有很多人在鼓吹这个所谓琉球独立嘛，对不对？就没想到人家就说那个琉球独立的影片，你看还搭配简体字的字样，然后背后是中国政府在操作，中央厨房出来的。对，好，那为什么他们用什么影片？不是很多人出来抗议吗？对啊，这不是支持独立，他们是什么抗议所谓的这个，因为美军在这个地方有驻军嘛，常常有军纪的问题嘛，他们在那边抗议，所以他们是抗议这个你给他倒起来，倒起来，他们就这样子，然后就变成是这样。好，那于是呢，这个日本的官方当然盯上这一点，那日本就说，这后面有这个疑似是日本的这个续留会的那边黑道组织在这个是他们的黑道哦。对，那为什么黑道组织？他当地有一些犯罪，但是他们跟中国的这个官方或者跟中国黑道有往来嘛？那你要就说，这个好像跟台湾也扯上关系，为什么呢？事实上，你看2023年的时候，这周刊爆料，这个当时的张安乐邀请日本的续留会来台湾交流。那好，这个续留会来说，1992年被冲绳警方列为暴力团的这个列管，对。然后2017年的这个续留会的本部长呢，这个江上周丈二呢有来台湾，好，然后2018年的时候，张安乐的二儿子张伟呢，他前往冲绳跟续留会高层的参叙。那么到事实上，张安乐本身跟中国关系就非常好嘛，所以让人家指说，好像是不是后面有这个所谓台湾黑帮？这个日本的报道说，是不是台湾黑帮有介入这样一件事？当然了，我觉得这件事是日本媒体的报道，但是无论如何，你可以看得出来，中国现在好像没有招式，他用什么？这个既然就用所谓的琉球地位未定论，鼓吹琉球的独立，但我觉得这些方法来说啊，其实效果都非常有限啊，因为毕竟呢，川普的这个立场非常清楚嘛，他就是站在台湾这一边，站在日本这一边。我看起来的话，中国要怎么样下台阶，现在可能是习近平要伤脑筋的地方。57报新闻的所有好朋友，军相又来了，谢谢大家，是你们的订阅数加持了我们，让我们在4月6号中午过后破100万了，多不容易！你知道每一天晚上9点到11点，他在播的时候，我要盯着直播人数升还是跌，一觉醒来我要去看有多少人来点阅。一段时间你们给了我100万的订阅，真的无限感激。最后我要跟大家瞪眼看，再一次谢谢你们大家，同时请介绍更多好朋友来支持57报新闻，俊相还有优秀的57报新闻团队会继续为大家每一天挖真相。Come on, come on, come on.